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每个人一生真的都在追求的东西——快乐。我们都想变快乐，对吧？而且我们好像也都知道什么事会让我们快乐。中乐透、升官发财、找到真爱。但如果我告诉你，我们的大脑对于预测什么会让我们快乐这件事，其实错得离谱呢？今天我们就要来揭开一个可能有点惊人的事实：我们穷尽一生追求的快乐，可能从一开始就被我们自己头脑里那台最强大的超级电脑给骗了。首先，我们得从我们头脑里那块将近3磅重、长得有点像肉块的器官，也就是我们的大脑开始说起。在过去的200万年里，人类的大脑体积增加了将近3倍。你知道这在演化史上是什么概念吗？这简直是坐了火箭一样的速度。而且体积变大不只是单纯的放大而已哦，它还长出了新的结构。其中一个最关键、最重要的全新结构，就是位在我们额头后面的这个前额叶皮质。而这个新长出来的结构，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它彻底改变了人类这个物种的命运。所以，这个前额叶皮质到底是做什么的？简单来说，它就是一台内建的经验模拟器。就像飞行员在上真的飞机之前，会在模拟器里练习各种状况，这样才不会在真实世界中把飞机开去撞山，对吧？我们人类也演化出了这种超强的能力，可以在脑中预先体验各种未来，然后再决定要不要真的去做。这种模拟能力是人类独有的超能力。你想想看，为什么你知道肝脏洋葱口味的冰淇淋会超恶心？你从来没吃过吧？但你的大脑模拟器可以在1秒内模拟出那个味道，然后给你一个强烈的警告，千万不要试。这就是经验模拟器的威力。OK，既然我们每个人的脑袋里都内建了这台超跑等级的模拟器，那它的性能到底准不准？我们现场马上来做个测试，看看你的模拟器会给你什么答案。想象一下，现在有2个未来让你选，左边是中了3.14亿美元，换算台币将近100亿的乐透，一夕致富；右边是发生意外，导致下半身瘫痪，终身得坐轮椅。你会选哪一个？我想这个问题你甚至不需要思考，对吧？答案几乎是秒答，因为你的经验模拟器在一瞬间就运算出了一个强烈到不行的预测。选左边，人生从此一帆风顺，快乐到不行；选右边，人生从此跌入谷底，万劫不复。好，你已经用你的模拟器做出了选择，答案显而易见。但如果我现在告诉你，真实世界的数据跟你的预测完全相反呢？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彻底颠覆你过去对人生、对快乐的所有想象。这张图就是我们刚刚脑中模拟器的预测结果。几乎每个人都会认为，中乐透的人的快乐指数会直接飙到顶点，而瘫痪的人会跌到谷底，两者之间会有天壤之别的差距。这张图就是我们大脑里的剧本，它写得合情合理，我们也深信不疑。但重点来喽，这张图才是真实的研究数据。科学家去追踪这2组人在事件发生1年后他们的快乐程度，结果发现中乐透的人和下半身瘫痪的人回报的快乐程度竟然是完全一样的，他们都回到了事件发生前的快乐基准线。这不是说中乐透不会开心，也不是说瘫痪不会痛苦，而是说这些事件带来的强烈情绪持续的时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短得多。我们的快乐程度就像家里的空调，有一条看不见的快乐基准线，不管发生多大的好事或坏事，它可能暂时飙高或骤降，但最终都会慢慢的回到这个基准点。所以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大脑的预测完全失准了。这个现象，心理学家给了它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影响力偏误。意思就是我们脑中的那台经验模拟器会系统性的高估未来事件对我们情绪的影响力，
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都会高估它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就像你以为考上理想的大学，你接下来4年都会活在快乐的天堂，或是跟交往多年的对象分手，你会觉得自己这辈子再也快乐不起来了。但事实呢？考上大学后，你还是要烦恼报告跟考试；分手后，过了一段时间，你还是会找到新的生活重心，对吧？这就是影响力偏误在我们生活中的真实体现。有一份研究甚至指出一个更惊人的事实，也就是3个月法则。研究发现，对于大部分重大的创伤事件，你听清楚哦，只要它发生在3个月以前，那它对你现在的快乐程度基本上已经没有任何影响了。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我们人生中追求的那些大事，升官发财、找到真爱，对我们长期快乐的影响都这么有限，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在真正决定我们的幸福感呢？好，如果我们的模拟期是坏的，那为什么我们最后还是能活得好好的，甚至还能感到快乐呢？答案就藏在我们大脑一个更古老、更强大的机制里。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因为它告诉我们，快乐不只是我们向外寻找的目标，更是我们能由内创造出来的状态。这个概念其实一点都不新。早在1642年，英国有位作家叫托马斯·布朗，他就写下这段话：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我内在拥有一种力量，可以将贫穷转化为富裕，将逆境转化为顺遂。你看，这不是什么现代的心灵鸡汤，早在几百年前，还没有脑科学的年代，就已经有人凭借着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发现了这个秘密。我们的内心本身就是一座快乐的工厂。这个内在的快乐制造器，我们称之为心理免疫系统。它就像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会自动抵抗细菌一样，我们的心理免疫系统是一系列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的认知过程。这个系统会在我们遭遇挫折、失败，甚至创伤时，自动在背景启动。它会帮我们重新诠释事件，找到意义，降低负面情绪的冲击，让我们能够从逆境中复原。它就像是我们心灵的防护罩，在你没注意到的时候，默默地保护你。所以我们可以把快乐分成2种，第一种叫天然的快乐，就是当你心想事成，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时感受到的快乐。第二种叫合成的快乐，也就是当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时，由你的心理免疫系统制造出来的快乐。我们的社会通常会瞧不起第二种，我们会觉得那是阿 Q 精神，是自我安慰。比如说，你没追到心仪的对象，你的心理免疫系统可能会告诉你，其实他也没那么好啦，我们个性可能不合。或是你没拿到梦寐以求的工作，你会想，也好，那份工作压力超大，可能也不适合我。我们常常把这种想法当成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但科学告诉我们，这个过程制造出来的快乐，跟真正吃到葡萄的快乐，在大脑中引发的感受其实是没有差别的。合成的快乐跟天然的快乐是同等真实、同等有价值的。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可能在想，阿修，你讲了半天，这不就是自我安慰、阿 Q 精神吗？别急，接下来这个实验真的非常非常巧妙，它将会证明我们制造快乐的过程是一个连我们自己都没意识到的真实发生的心理机制。这是一个经典的心理学实验，叫做自由选择典范。流程很简单，首先研究人员会拿6幅莫内的复制画给受试者，请他们从最喜欢到最不喜欢排个顺序。接着研究人员会说，我们刚好多出2幅画，也就是你排的第3名和第4名，你可以选1幅带回家当礼物。大部分人都会选第3名，因为他们本来就比较喜欢嘛。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是15分钟，也可能是15天后，研究人员再把这6幅画拿出来，请受试者重新再排一次序。结果发生了什么事？几乎所有人都会把自己带回家那幅画，也就是原本的第3名的排名往前调，同时把自己没选的那幅画，也就是原本的第4名的排名往后调。
他们的大脑会自动告诉自己，哎，我选的这幅真的超棒，比我当初想的还好看，还好没选另外一幅，那幅画其实蛮鸟的。这个现象本身就很有趣了，这就是合成快乐的作用。但还不足以完全反驳自欺欺人的说法，所以接下来才是这个实验真正厉害的地方。重点来了，这就是这个实验最神的地方。研究人员用完全一样的流程去找了一群顺行性失忆症的患者来做试验。这些患者的大脑受损，没有办法形成新的记忆。研究人员让他们做完选择后，过了半小时再回去问他们，请他们重新排序。结果呢，他们也把自己拥有的那幅画排名往前调，把没选的往后调。这个结果跟正常人一模一样。最关键的是，当研究人员问他们，请问哪一幅是你刚刚选的？他们完全不记得，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拥有哪一幅画，但他们的大脑却已经自动地改变了他们的偏好。这就像是你的大脑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修改了你的喜好设定。这铁证如山地证明了，合成快乐不是你在说服自己，而是你的大脑在重塑你的现实。它是一种真实、深刻而且自动发生的心理转变。OK， 到这里我们知道了，我们体内有这个超强的心理免疫系统，它像个快乐产生器一样，会自动帮我们合成快乐。但问题来了，这个系统有没有使用说明书？在什么情况下它的运作效率最高？答案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整个分析里最违反直觉也最重要的一个观点。这个矛盾就是自由跟选择其实是合成快乐的敌人。我们的心理免疫系统在我们没有选择、无路可退的时候才会发挥最大的作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你有选择可以反悔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一直处在比较模式，不断去想另一个选项会不会更好。这种犹豫不决的状态会瘫痪你的心理免疫系统。反之，当你无路可退，被困在一个选择里时，你的大脑才会放弃比较，开始全力工作，去找出这个选择的优点，进而合成快乐。这就像是约会跟结婚的差别。你去约会，发现对方会挖鼻孔，你下次就不会再约他了，因为你有选择。但如果你结婚了，发现对方会挖鼻孔，你会想办法告诉自己，人很好啦，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然后想办法快乐的跟他过下去，对吧？因为你被困住了，你的心理免疫系统就会启动。我们来看哈佛大学的一个摄影课实验，学生们拍了一堆照片，然后选出2张自己最喜欢的洗出来，接着他们被分成2组。A 组被告知，你现在必须从这2张选一张带走，另一张我们要销毁，你的选择是最终的，不能反悔。B 组则被告知，你先选一张带走，但你在接下来4天内随时可以回来换成另外一张。在做选择前，研究人员问2组学生预测自己会对留下来的照片有多满意。2组的预测都差不多，觉得应该都还 OK， 但实际结果呢，天差地远。那群不能反悔的 A 组学生，过几天后都超爱自己选的那张照片，他们的心理免疫系统启动了，他们开始发现自己选的照片各种优点。而那群可以反悔的 B 组学生呢，他们超痛苦，他们一直在想，我是不是选错了，另一张会不会比较好？结果他们对自己手上的照片非常不满意。这个实验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惊人的事实，我们拼命追求的自由和弹性，在某些情况下反而是通往痛苦的道路，而那个我们避之唯恐不及的限制和承诺，反而可能是启动我们内在快乐机制的钥匙。但最讽刺的是什么？当研究人员再去问一批新的学生，说有这2种课程让你们选，一种是不能反悔的，一种是可以反悔的，你们想参加哪一种？结果有2/3，也就是66% 的学生选择了那个可以反悔的课程，也就是那个最终会让他们变得更痛苦的选项。这真是最大的讽刺。我们不仅不知道什么能让自己快乐，我们甚至会主动系统性的去选择那个会让我们更痛苦的未来。我们的大脑再一次的欺骗了我们。我们现代社会不断告诉我们要保留选择权，不要被绑死，要为自己留后路。但今天我们看到的科学证据却指向相反的方向。
这就留下一个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的问题：我们对自由的无限渴望，我们滑交友软体，不断换工作，不愿意处处承诺的这种文化，是否正在不知不觉中侵蚀我们获得深刻、持久快乐的能力？最后，我想用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的一句话来做总结。他说，人类生活中的痛苦和混乱，主要来源于我们高估了一种处境和另一种处境之间的差别。是的，有些未来确实比其他未来好，但当我们过度高估了这些差别，让我们的欲望和恐惧变得没有边界时，我们就陷入了风险。所以，下次当你陷入对未来的焦虑，或是因为过去的某个决定而懊悔时，或许可以提醒自己，我们的预测往往是夸大的，而我们复原的能力远比自己想象的更强大。真正的快乐可能不在于做出完美的选择，而在于学会拥抱我们已经做出的选择。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我们的大脑有个经验模拟器，但它在预测未来情绪时有严重的影响力偏误，会高估事件的冲击。第二，我们都拥有一个强大的心理免疫系统，它会在我们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时自动合成快乐，而且这种快乐跟天然的快乐一样真实。第三，这个合成快乐的系统在我们没有选择、无法反悔时运作的最好，所以过多的自由反而可能成为我们快乐的敌人。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